贾跃亭表示呢，想要担任法拉第未来的联席 CEO。法拉第未来回应不考虑任命他。当当了当，当啷当当当了当，当当了当，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，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，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爷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。看见我呢，就意味着你又变大了1周岁啊！过去1周呢，科技圈发生了很多的好人好事，和主播一起来表演一下。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呢，可以把哈哈打在我们的窗帘上啊！如果觉得主播下边可以把圆周率后15也打在弹幕上，咱们马上开始。iPad M4 芯片版本它到底有多强呢？咱们详细分析来看。本周科技圈最大的新闻当然就是苹果迟到了1年半，终于推出了新版本的 iPad。由于它跨过了 M3， 直接推出了 M4 的版本所以它的硬件实力其实是很强的。当然它的价格也很强。iPad Pro 的话呢，11寸的版本起售价就已经来到了8999元。而如果你想满配的话，那价格就更是夸张。如果咱爸咱妈家里有矿，那么你就可以选择高配版本的13寸 iPad Pro， 全配满，键盘加上笔，最后的售价呢只需要27746元，包邮到你家。对于这个价格满分100分，大家可以打一个分数。有同学说它这么是不是稍微有一点贵啊？贵是贵一点但贵呢也是真的强。M4 的芯片跑分数据显示相比较于 M2 版本快了 45%， 比 M3 也快 25%这个实力还是相当强的。不止如此整个产品的体验呢也是进一步的提升。比如说苹果呢带来了全新的金属面板的妙控键盘，使用这款键盘之后呢，你的体验就更像是苹果的笔记本电脑了。那么它的价格呢只需要2799元。只需要花2799元你就能买到这样一个键盘了，是吧？这和隔壁安卓阵营的平板电脑那是一个价格在苹果这边呢，你甚至可以买到一个键盘，怎么样？觉得良心可以打破6。来看苹果对于这款键盘的评价。苹果表示我们这款键盘呢更薄，并且呢增加了功能区域，采用了铝制的金属的掌托，触控板呢还有触觉的反馈。苹果表示使用我们2799元的键盘，整个体验呢就像使用 MacBook 一样，体验就和 MacBook 笔记本一样。那我为什么不买个笔记本好苹果的意思应该不只是键盘项，而是性能部分超级的强。比如说相比较 M2 快了 45%， 从多个媒体的跑分呢也能看出实力确实相当的强悍，甚至强过自家的桌面端的笔记本电脑注意它可是个薄薄的平板。而且呢在苹果的发布会上各种各样的对比呢也是去比较 M2 的。所以大家看到苹果这波操作的话呢，M4 芯片提升确实还是相当多的。对比较 M2 这是跨代的比较，提升很大。以前咱们经常说英特尔挤牙膏，你看看苹果大家都应该学一学苹果。苹果的办法就很聪明嘛，它2代升级中间不升了，隔1年跨1代升级，是不是感觉升级幅度一下子就大了很多，对不对？英特尔表示苹果还是苹果厉害，是吧？我觉得英特尔你也不用着急，主播我给你出个招，保证让你摆脱牙膏厂的恶名。咱们可以按照苹果的思路来做吗？你看今年你不是酷睿9吗？对不对？i9 i7那咱学苹果，明年咱也不发新品了咱要不后年也不发了，未来10年都不发新品了。10年之后咱们直接上架英特尔酷睿19，怎么样？性能提升比现在高10倍。现在2034年咱们再见面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让你老说我们英特尔挤牙膏。英特尔表示主播赶紧来上班，我不收你费，对不对？你这老叫你牙膏厂，这好听吗？不好听，你学着点苹果，是不是？有一说一本代 iPad 确实相当的强悍，这个优点别人都说完了主播你能不能给我挑点缺点，整我是不是都说我是苹果黑，你还让我挑苹果的缺点？这么薄磅礴的薄，超薄5.1毫米，确实是非常的薄，拿在手里就恍若无物你要非让主播给苹果挑刺儿，那也不是挑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你说苹果你保持这么强的性能，为什么不给我增大点电池呢？你整这么薄，我一屁股还容易坐弯了，你不如还保持原来的厚度，给我增大一些电池容量。你搞这么薄有什么用？我回来还得贴个毛，还不得带个壳，是吧？还不得整你个2700块钱的键盘套，对不对？你整这么薄有什么用？你要是把续航给我翻1倍你就是再厚点我也给你吹，对不对？
建议苹果推出一个 iPad Pro L 啊长续航版本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众口难调？想要挑字儿啊，男主播我事儿就是多。说完 iPad 来看好清新的 iPad Air， 注意官方名称啊13寸，但其实并不是。仔细看小字儿，官方写的是12.9寸，简称13，是吧？主播我身高177，简称180，怎么样？好，不开玩笑啊，这个 M2 芯片的 iPad Air 其实也是很强的，便携尺寸 M2 芯片这样的硬件配置呢，其实啊和前代的 iPad Pro 已经是看齐的了，还有全新漂亮的60赫紫配色啊，不是紫色配色是吧？应该说这款产品还是非常打动人的。实话实说，现在咱们安卓阵营这边，你要想找一块60赫兹的屏幕，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啊。哎，今年的这些新的手机，大家有没有印象哪一台是60赫兹屏幕的呀？所以我觉得呢，未来几年，应该说苹果在制造 iPad Air 的难度方面还是有的。它的这个难度啊，就在于要找到那么一家顶级的屏幕供应商。这家供应商呢，需要有高的亮度、广色域、原彩显示、全层压技术、抗反射涂层啊，有这么一块好的屏幕，同时它还得支持60赫兹。我跟你说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啊，很困难的。而且你不要瞧不起这个60赫兹。这块60赫兹的屏幕，从我们业内推测来说，它的价格成本相比较于120赫兹屏幕还要再贵一点啊？为啥呢？因为大家都做120了，你单独定制一块60，你可不得花钱吗？对不对？就像以前啊，古代咱们都骑马啊，坐马车那便宜，现在大家都开车，你要想骑马，你得单花钱，对不对？本周苹果广告宣传片引争议，不知道这广告大家看没看啊？简单说呢，就是苹果搞了一个液压机啊，把一大堆的各种生产力的工具啊，什么钢琴啦、吉他啦、什么电脑啦，切咔嚓全给压碎了，全程压成碎了，而且是汁水崩溅，这个现场还是相当惨烈的。那么这个广告名字呢叫做压碎，当然它创意还是不错的啊，它的目的是说把这些旧的工具全压碎，最后变成一台 iPad。但是呢，有很多这个艺术家表示，你把我们这个吃饭的家伙事儿是吧，琴啊都给压碎了啊，哪有这么干的啊？所以呢，目前苹果呢罕见的道歉，并且呢撤回这个宣传片。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啊，你当时看起来就有点奇怪啊，就为啥呢？因为把那么多工具全压碎了，感觉不是很环保啊，是不是？你东西不要了，你可以给我啊，你全压碎了这。而且呢，这个事儿确实是把那些曾经啊大家吃饭的挣钱的工具都压碎了，最后变成一个 iPad 啊，你这谁心里能好受啊？这个苹果这个理念应该是说，我一款 iPad 可以代替啊传统那么多的工具。那你说要按这个拍，下个月 WWDC 苹果将会推出 AI 工具，那人工智能按这个广告拍，是不是得把传统的智能给压碎啊？模型里边一个人脑袋。哎呀妈，这想想就不能播呀！这个好，当然有网友表示啊，这个应该是片子放错了，把这个宣传片倒放一遍啊，立刻就感觉就来了。倒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款小小的 iPad 绽放出无限的创意，逐渐的生长出了钢琴、吉他、电脑、计算机等等一大堆的东西啊，那确实利益是更好一点。要不说高手在民间呢。好，有同学说主播怎么看？我和你们想的不一样啊，我觉得苹果这个广告挺好，就是压碎这个广告没啥问题啊，把这些工具都压碎了啊，是没啥问题的。但是我也觉得这广告有问题，问题在哪儿？不在于它压碎了那么多传统的工具，而在于它作为一款 iPad 没有把计算器压进去。觉得主播说的对，可以打1波6，是吧？10多年了，到现在这个 iPad 上面连个计算器都没有啊！苹果你咋想的？你要是这广告里边压碎了一堆计算器，最后显示 iPad 里边加入计算器，这广告我双手点赞呢。那我说主播给你去做公关，给你去做营销，这苹果这何至于落到现在低调？这还有弹幕表示呢，性能不够加不了，不是你都 M4 芯片了，这还加不进去吗？你稍微优化一下啊 ！M4 芯片，我觉得带动一个计算器，应该可以吧？大家觉得 M4 芯片能不能带动计算器？觉得能打个1，觉得优化之后也许可以打1杠，看一下同学们的判断。想学公关的同学啊，一定要关注本周教科书一般的操作。
瞿静。给不了解同学简单复盘一下啊，百度副总裁瞿静本月初呢发布了多条短视频，感觉要做网红是吧？在短视频当中啊，他发表了多条犀利的观点，表示我们做公关的员工就不应该有假期是吧？员工要离职我就秒批。这些言论啊，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啊，登上了多个热搜，粉丝呢也是瞬间破百万。但后来呢，就各种被喷啊，各种被起底爆料啊，表示这个百万粉丝也都是买的老号是吧？最后呢，顶不住压力啊，还是在他的个人朋友圈发布了道歉声明，引起一波群嘲。再最后，最新消息呢，百度副总裁瞿静已经离职了。瞿静当时说的是员工离职我秒批，不知道他这回提离职，咱们李总会不会秒批，是吧？瞿静提离职我秒批，可以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个连红李总还是比较帅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发布会上面啊，内部员工会议上评论瞿静这次风波，表示优秀的员工啊才能代表我们百度，情绪很激动啊。连红表示啊，只有你们啊，就这些没走的人，你们才能代表百度。优秀的员工才能代表百度，那为什么不优秀的瞿静他能是副总裁呢？为什么呀？李总，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What's your problem 啊？不是你，到底谁才能代表百度？不优秀的当了副总是吧？优秀的都是员工，你这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这个瞿静提离职，连红秒批，应该说呢还是体现了互联网顶级巨头的雷厉风行，这个还是要点赞是吧？可以啊。很多人担心啊，瞿静这一波操作之后，作为公关人员，他以后是不是就没办法在互联网圈混了？大家觉得呢？你觉得以后这个还有没有人敢雇佣瞿静这样的高管啊？觉得以后找不着工作了打个1啊，觉得以后还可以在这方面工作打一2，看一下判断。主播，我觉得你们可能是想多了，为啥呢？巨头老板们需要的就是瞿静这样的高管，对待员工就得狠一点，是不是？这位百度副总裁公关1号位，他的这些做法其实非常符合老板的利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啊，是不是？就员工离职就秒批嘛，没有问题，是吧？他错就错在把一些实际上的做法给说到明面上来了，就是你做可以，你不能说呀，是不是？就说你摆到明面上不太好，你这么干没问题，大家都这么干，但是你不能说出来，是吧？你悄悄的，你这说出来，让别人还怎么干呢？现在呢，全网都在群嘲啊，这位百度副总裁前高管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觉得我得替瞿静说2句，姐，他们笑话你啊，我替你说话没问题。我觉得瞿静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真正的顶级公关是怎么操作的，这样的人年薪1000万并不为过，是吧？百度给他开这些钱是有道理的。很多企业大老板想做人设做不了啊，你看我们瞿静作为百度高管，首先亲手制造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关事件，是吧？自己制造公关危机事件，然后自己离职，瞬间又解决了这个公关危机。什么叫教科书级别的公关操作呀？来，同学们觉得很帅，打1波6是吧？什么叫顶级公关？公关大佬给自己公关公司制造危机，然后再出手摆平。瞿静牺牲了自己，树立了连红雷厉风行的人设，这样的公关副总裁，他真的我哭死，是不是？学会同学可以打1波6，老板就需要这样背锅的人。你以为瞿静在第3层，其实人家在第8层，这就是公关的实力，有点像火影暗部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可以播的吗？停。一开始啊，还有同学不认识这个字念啥，我可认识啊。不行，这说多了暴露年龄。大家可以回去问一下这个身边的这个老的网虫啊，那不叫网友啊，叫网虫，就是大概20多年前，你可以问问身边的这个50、60岁的这个老网友啊，你问问他们记不记得一个叫瞿美凤，知道这仨字的估计都要退休了，所以这个字我是真的认识啊。大家不认识都很正常啊，就是你可以问一下身边这个退休的这个老大爷们，你可以问问他们啊，他们一般知道。今天查这个消息的时候给我烦掉死，为什么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就是你在网上搜这个消息的时候啊，搜这个素材的时候，搜一半，它下边让你点击请下载百度 APP 才能查看全文。你说你就这个百度啊，包括什么淘宝啦、知乎啦，就这些 PC 端的这些网页，就拼命的把用户往移动端去赶啊！你不下载它的 APP， 你就看不了它这个内容，就多讨厌！强制下载手机 APP 才能看，包括那贴吧都是这样的啊！真的是说起来这就来气。
说起这个事儿，那就聊聊淘宝吧，是吧？这个事儿做的最绝的那就是淘宝了，逼着我下淘宝 APP 啊！就这些 PC 端的巨头们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是吧？烦死我了。每当我想在网页上面想搜一个产品的价格，我打开淘宝的网页，搜了半天，他让我扫码登录，然后要我打开手机淘宝扫码。你说这还有京东？你随便点一个电脑端网页的某一个链接，它嘣儿就给你蹦出一个扫描网页，登录才能去查询。你说我现在都怀疑，就这个 PC 端的淘宝这个网页啊，京东这个网页，它是不是整个这个网页就是一张图？你只要点任何一个链接，都会跳到扫码登录，就跟那些流氓广告是一样的。它这些链接全都是假的，只要点击，立刻让你扫码，逼着你去下载手机 APP， 觉得真实可以打186。它最恶心的是让你登录啊，我输了账号密码，它还让我用短信登录。短信验证完了登录之后，他还要求你掏出手机用手机淘宝登录。我都用手机淘宝登录了，我还用你电脑干啥呀？啊，淘宝，那我直接用手机看不就完了吗？最可气的是，我把这一堆大的步骤全都弄完了之后，好不容易在电脑端查一查网页，查一查价格，他第二天、第三天他又让我登录。你说你没个记性，你是不是？隔三差五让我掏出手机来，烦死了。过去这些年呢，2003年、2006年、2007年。就过去这快10年的时间，这个淘宝这个 PC 端的这个网页啊，就没啥进步。我怀疑淘宝是不是这个 PC 部门、网页部门，它是不是就没人？所幸啊，这个淘宝终于幡然醒悟了啊，不要再吐槽了，咱们要表扬了。那么淘宝呢，迎来7年网页端最大幅的更新，要全面更新 PC 端的网页淘宝，提升用户体验。马云回归初心。本次呢更新呢，主要是解决 PC 端网页的顽疾啊，解决很多问题，比如说需要频繁登录，比如说网页排版没有适配，比如说购物车 PC 端无法显示优惠券，比如说店铺装修导致无法查看宝贝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更改。不是你过去10年干啥来了你啊？才想起来改。哎，你猜为什么淘宝突然要改善 PC 端网页的体验呢？为什么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不得不说啊，刚才去看全新淘宝网页啊，真的是不错，给点赞，科学表扬吧，我们一定要表扬淘宝，是吧？为什么突然良心发现了呢？很简单，过去这么多年 ，BAT 啊这几家就拼命的把用户啊从网页端往手机端去赶，恨不得你就千万别上我们的电脑的网页，赶紧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， 是不是？为了移动端能够多装几个移动 APP 的这个软件啊 ，PC 端的用户不如狗，是吧？我使个电脑端网页简直要疯了。PC 端的网页和体验，我怀疑它根本就不是优不优化，它是全面的劣化。什么淘宝啦，就包括那个闲鱼，这个连网页都没有，是吧？好不容易你把用户呢全都赶到手机端去，赶到移动端了，但是没想到移动端那可不是你们的天下了，是不是？最近这几年，抖音、快手、拼多多、头条，是吧？把这个老的 PC 端巨头打的是牙都找不着了。现在搜索谁还用百度啊？连市值都超越了阿里，你说这事儿整的。这时候阿里想起我们 PC 端的老用户来了啊，晚了，就赶紧给我拿优惠券啊，我原谅你一次。来，同学们，大家觉得 PC 端要想做好，怎么能做好啊？我的建议是，马云啊，每人给 PC 端用户一人发618元的优惠券，我就原谅你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同意可以打186。OK， 不开玩笑啊！最后提醒大家一下，618即将到来。淘宝天猫呢宣布取消了过去10年的预售规则，本年啊不再预售了啊，不是说你前面加的购物车到618那天再买，不是了，而是从5月末开始就可以开始购买了啊，保价到618，你可以提前购买了。来看大家弹幕，预算30万，你会买什么车呢？买合资打个1，买国产打一个2，买新能源打一个3，买燃油车打一个4啊，1、2、3、4，看一下大家的选择。本周巨头奔驰带来了全新 C 级长轴距运动轿车。有一说一啊，内饰方面还是相当豪华的啊，确实有豪车的风范，很漂亮。价格方面啊，33万起售，后面呢是35、37、40，全新 C 级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啊？满分100，你打几分呢？有一说一啊，别的配置先不说啊，内置的豪华度拉满，而且很多同学就喜欢奔驰的 logo 啊，所以呢，奔驰除了大 logo 之外，还额外赠送了你这么多小 logo， 可以把良心打在弹幕上。主播我呀还详细看了一些它的配置，发现了一些小小的滑点啊，就是如果你想买奔驰的全新 C 系列的话啊，注意啊，尽量买高配版本的，因为
起配版本的，比如说 C200L 啊，它很多配置都是没有的。那具体啥没有呢？2024款奔驰 C 级上市，取消行车记录仪啊，这啊也不完全取消吧，就是改成选配了，就你可以选配行车记录仪。来问大家一下，你目前正在开的车有记录仪吗？有的同学打个1啊，没的同学打一个2，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低情商的说取消行车记录仪，高情商的说给用户自主权下调1800元，1800元啥记录仪你买不着啊？是不是？你这感谢还来不及呢。如果你的车啊没有行车记录仪，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产品，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的话，欢迎访问 B 站我们的问驾频道。询问的问，驾驶的驾，我们做了大量的行车记录仪详细的横向对比，相信可以给你答案。买车先问价，欢迎访问。贾跃亭何时回国？本周终于有确定答案了。过去一周啊，法拉第未来啊，贾跃亭的车企呢，这个流年不利啊，被美国股市要求除名。贾老板呢连夜发微博表示，为了救法拉第未来，我做了几个决定。他这个做决定的时候啊，说得很明确，本视频表达的是我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法拉第未来及关联公司啊。就这个，我觉得他这挺好啊，我也应该按他这个学。本节目啊，咱们科技表扬节目不代表科技美学的观点，只是主播我在这瞎编的，好吧？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！就你们是吧？理性讨论是吧？自从做了咱们这个节目，我们整个公司都接不了广告了，是吧？大家一定要贾跃亭认真思考啊，开启个人商业化 IP， 自己赚钱补贴法拉第未来造车。他真的，我哭了，是吧？来吧，大家觉得贾跃亭应该如何挣钱，能够补贴法拉第未来造车呢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难怪贾跃亭不回来，这 IP 回来恐怕要 IP 呀。看一下同学弹幕啊，有同学建议贾老师卖课，传授金融知识啊，传授大家如何融资。还有同学表示，贾老师上个月不是说他偿还了100多亿美金的债务吗？不如他就卖课啊，教大家怎么还100个亿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建议可以啊，真的，这个不开玩笑，是不是？这个上课的学费咱们也不多定，就定1亿美金，不多，真不多。为什么？上了我这个课，教你怎么还100个亿，收你1个亿还多吗？啊，你炒股票，你赚个30、50的就不错了。我这100倍的收益，什么叫良心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不禁想起来了罗老师。罗老师辛辛苦苦啊，2年的时间才还了6个亿人民币，还不到1亿美金。如果去报名参加贾老师的课程，那是不是这2年那200个亿不就回来了吗？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看一下同学弹幕。还有同学说建议贾总直播带货啊，这个也可以，那就和罗老师一样，《甄嬛传》嘛，学习罗老师直播带货赚钱也可以啊。这个就慢一点，就1年才3个亿，2年6个亿。就稍微慢一点，1年还1个亿美元吧，只需要100年就可以还完了。大家觉得卖什么？不知道卖啥是吧？我个人觉得贾老师不如咱就卖氧气瓶，是不是？你看为梦想窒息买法拉第未来氧气瓶，好不好？建议直播带货啊，可以。罗老师带货呢，给自己纪录片叫做《甄嬛传》，咱们贾老师带货直播拍一个纪录片就叫做《贾嬛传》，同意可以打1波6。哎呀，这件事情还有个后续啊。贾跃亭表示呢，想要担任法拉第未来的联席 CEO 啊，就是就真正去操盘啊，实际干活。法拉第未来回应啊，不考虑任命他。OK， 那以上的就是本周的科技圈好人好事啊，不知道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呢？如果还想看到下周主播继续疯狂表扬各大厂商，赶紧关注一下我们，要不然你肯定看不着我了。贾老师是下周回国，你可不能下周点赞啊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！又到了上电视时间，本周发布的 iPad 系列啊，起售价就是8999，高配版呢更是1万多、2万多。来看大家伙对这个价格的留言。小先生说啊，很多同学对1万块没什么概念，
省吃俭用能吃1年，出去穷游啊能游大半个中国。如果你有1万块钱，会出去旅游还是买一个数码产品呢？有同学表示，我会买一个 iPad， 然后在上面看各个旅游博主的旅游视频。有同学说17000能配一台不错的电脑，7000块买个笔记本，2500再买个 Redmi 平板，还剩2000多再买点外设，看电影搓一顿。如果是你，会买一个 iPad 还是会买一堆数码产品呢？白日梦同学说，这看了 iPad 的价格呀，感觉隔壁 ROG 都不是败家之眼了，越来越有性价比了，以后改叫持家之眼吧。想起了苹果发布会 Good morning， 你看这个表情包多像。